华妃造的孽还不够。华妃之罪实在是罄竹难书。这样的华妃居然一没进冷宫，二没被赐死，四大爷对她的惩罚仅仅只是被废除了封号，降为答应，连翊坤宫都许他住着。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梅姐姐直呼接受不了。没错，华妃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四大爷这般优柔寡断，真的只是旧情难舍吗 ？No， 真相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先浅浅的回顾一下，在华妃倒台之前，对局势洞若观火的甄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孩子没了之后，我便知道，只要年羹尧不倒，年氏一族不倒，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，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他。没错，年羹尧在，华妃一定在。可如果年羹尧倒了，华妃却不一定会倒。没了年氏一族做靠山，华妃顶多算是无力回天，回不到圣宠的时候，无法和甄嬛皇后继续抗衡。但是自保的能力，华妃一定是有的。听四大爷的话就知道，只要他不再生事，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，让他好好养在宫里。由此可见，有四大爷的恩宠和愧疚在，华妃肯定是死不了的。第一，四大爷对华妃是真爱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周边。众所周知，四大爷收集周边上瘾。一开始，甄嬛的脸、安小鸟的嗓子，都是因为和纯元皇后相似，才得到了四大爷的宠爱。其实，能有几分像婉婉，也算是你的福气。可华妃不同，华妃的外貌是美艳型的，看甄嬛就知道纯元的长相是温婉型的，和华妃毫不沾边。再加上华妃的性格刚烈如火，行事作风嚣张跋扈，可以说华妃和纯元完全是毫不相干。所以对于四大爷来说，纯元是不可亵渎的白月光，华妃是不可替代的朱砂痣，他们二人于四大爷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甚至在后来，华妃还拥有了自己的周边，也就是后面出场的小叶子。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四大爷对华妃有情更有爱。华妃大从王府起就开始侍奉四大爷，两人经常在一块儿策马打猎，彼此的感情是非常深的。但年羹尧手握兵权，功高盖主，四大爷很难不忌惮，这就导致了四大爷虽是真心喜欢华妃，却不得不赠予她独一份的欢宜香，还亲手打下了他的孩子。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，总有恩情在。许多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，这一点说明四大爷对华妃有愧。华妃残害他的孩子，四大爷会觉得都怪朕让他生不出孩子，他心生嫉妒，朕能理解。华妃陷害其他嫔妃，四大爷也会认为华妃只是太爱朕了，他是出于一片真心才得罪了那些嫔妃，做尽坏事的，朕也能理解。不过在华妃的种种罪名之间，还有一项性质最严重的，收贿赂，保荐官员。按理来说，皇上最恨贪官污吏，华妃这一举动彻底踩了四大爷的底线，也是坚决不能忍的错误。四大爷为什么还能原谅？宝子们且看看华妃贪下的那些银子有多少，都花到四大爷身上去了。鲍鱼烩珍珠，鱼肚煨火腿，鲨鱼皮鸡汁羹，还有鲜蘑菜心，这些都是皇上素日爱吃的。每四大爷来到了翊坤宫，华妃给四大爷精心准备的美食，样样都是死贵的。为了能让四大爷吃上一口精致的点心，华妃硬是把翊坤宫的小厨房训练成了全皇宫最高水准。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。四大爷就算心疼，这些各式各样的美食大多也是进了他的肚子。同理，华妃给太后送礼时，身为儿媳妇之一，给自家婆婆挑最贵最好的礼物，有毛病吗？没毛病。这件墨湖大氅用的是墨湖的狐皮，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装缎做里子，这才叫内外得当，相得益彰。华妃是在讨好太后，但也是在帮四大爷好好孝敬自家老妈，合情合理。四大爷也不能怪他，就连华妃平日里喜好奢华，各类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全部都是紫禁城高奢高定。其实这部分支出也基本等于花在了四大爷身上。女人这么花钱还有理了？没错，还真挺有理。不信你看，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在身边坐着光彩夺目啊？皇上虽说要节俭，可是也不能太不顾脸面。
是啊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女人，总不好穿得灰头土脸，让外头的皇亲大臣们看笑话吧？华妃拿贵重的东西装点自己，不也是为了让四大爷能多看她一眼，讨得自己的丈夫欢心，在外人面前撑脸面吗？华妃给宫女太监们补贴银子，还算是替四大爷这个大领导体恤底层员工呢。综上所述，华妃给四大爷花了那么多钱，四大爷能心安理得的责怪他太贪了吗？明显不会。因此，无论华妃做了多少错事，四大爷都是真心爱她，也会下意识的以为华妃做坏事都是为了他，所以不舍得罚得太重。最后，四大爷选择原谅华妃，还有曹琴墨一份功劳。施兰的本性不算太坏，许多事还是香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。宝子们还记不记得端妃曾说，华妃若是猛虎，那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。其歪心思的是华妃，想害人的也是华妃，但策划种种害人事件的是心机深沉的曹琴墨，一个主谋，一个帮凶。四大爷眼明心亮，知道曹琴墨被主求荣，不是什么好人。如果他能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嫔，照顾好温宜，四大爷说不定不会动他。可曹琴墨临死前被一时的得意冲昏了头脑。妃，贵妃，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。甄嬛只是简单挑拨了几句，曹琴墨便误以为四大爷是恨毒了华妃，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言，要害死华妃这个旧主，为自己换取更多的利益。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，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，杀之以平后宫之愤。这样一来，有个忘恩负义、唯利是图的曹琴墨做对比，华妃对四大爷的真心相待，更让四大爷觉得情有可原。四大爷对华妃有情有愧，又深知华妃对他的付出和曹琴墨在背后的小动作，好几个因素的叠加，四大爷不肯重罚华妃，也就很好理解了。